试问中国拳坛目前谁是大级别中的最强猛男？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选择刘策。他曾在日本擂台仅用1个晚上连续将3位世界级拳王踢断小腿，还曾将日本冠军重拳秒杀，直接打成脑震荡，一声声怒吼响彻日本东京。我叫刘策，来自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比赛，也是第一次参加 K1 的比赛，这是我人生的第1个冠军，但不是我的最后一个。正所谓树大招风，来自于蒙古国的摔跤王向刘策下了战书，并且当众扬言打兵刘策送给中国200头牛，绝不反悔。蒙古的摔跤手获得过蒙古国的全国摔跤冠军，有请蒙古的蒙克尔登。好，观众朋友们，正在出场的选手就是来自于蒙古国的摔跤大王蒙克尔登。那来自于蒙古，他的摔跤实力自然是不容置疑了，而且拿过冠军。最重要的是啊，他还是一个土豪，很有钱呐。观众朋友们，据说他的家中呢有着2万多头牛啊，并且扬言这一次如果打不赢中国选手刘策啊，立马捐给我们中方200头牛。200头听起来很多，但是对于这个他的家族来讲呢，观众朋友们，200头牛对于他的2万头，那就是洒水啊，那就是9头牛毛上的毛尖尖啊，根本不算什么。好，注意看，他就是蒙克尔登啊，长得非常的壮，一副典型的蒙古国选手的样子，很肥很壮啊，摔跤冠军。好，接下来有请中方选手，中国的巨人腿王刘策。刘策现在可以说是我认为呢，我们中国大级别自由搏击选手当中的最牛的一位了，身高2.03米啊，而且一双大长腿非常厉害。那别人都叫什么拳王，什么亚洲拳王、世界拳王，而刘策，我觉得他应该叫做腿王啊，因为他的大长腿太牛了。前2天在日本东京的客场作战，我们一晚上踢断了3个老外的小腿，你没有听错啊，1个晚上2条钢腿，观众朋友们就和2条钢棍一样啊，太硬了，太猛了。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中国巨人腿王刘策大战蒙古摔跤冠军的精彩比赛。那么双方已经是签下合同了，我们刘策也说了，今天晚上不吃别的，就吃烤牛肉啊，牛排，这个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什么烤牛肉的盘子啊，烤个全牛也行。好，我们看白色拳套，红色裤衩，红方选手刘策；黑色拳套，蓝方选手蒙克尔登。双方的这个身形差距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看刘策，哇，这比对方高太多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比赛并不是刘策的强项，它是场综合格斗，而刘策擅长的是自由搏击啊和踢拳。所以说赛前刘策进行了1周的紧急训练，没有错，就练了1周的摔跤和柔术。综合格斗的比赛经验只有之前在龙舟队打的1场啊，对，这是他的第2场比赛。是的，今天他的边角魏睿，老师魏睿也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带他练习综合格斗，尤其是地面技术的樊荣。刘策今天打的还是蛮稳当的啊，对，要抓时机，是，主要还是在抓时机。对，对手是一个反架，高扫，说完就来了。体完你就收回来，体完注意防人就行了，没事还可以踢。身高臂展还是有不小的一个差距啊，不过刘策今天这打的还是蛮稳当的。虽然说对方的蒙克尔登呢是一个摔跤冠军，但是面对刘策的大长腿哈，一双铁腿，他也不敢贸然进攻，不敢这个直接摔进来，他在找机会。好，要小心。我们都知道摔跤的话是需要近身缠斗啊和近身的距离，但是刘策的话是不会轻易的啊放对方进来。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蒙克尔登的胳膊呀，也不短啊，也很长，我觉得比他大腿还要长，这是个什么身材啊？很奇怪。应该很少能够遇到跟他身高差20公分的运动员。对。但我们看他打自由搏击的比赛也没有那么的谨慎，对，就那个赛场是他比较熟悉的。是的，这个我觉得他还是会忌惮对手去摔他。所以他在出拳去打对手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再压一压自己的拳风啊，包括重心还是要往下去再压一压，因为有一点不适应。慢慢找到感觉了，刚刚还不太敢起腿，害怕被接腿摔。正蹬漂亮，马上的摆拳，对手要摔。
手起来。注意点啊！好，裁判刚刚警告是刘策啊，注意点儿，你不能这个对方倒地之后踢对方的脑袋。那这招在综合格斗当中呢，不止综合格斗当中啊，任何格斗当中都是不允许的啊，踢脑袋是犯规的。但刘策踢惯了，因为这个平时爱踢球啊，看到对方的脑袋没忍住。好，刘策慢慢的是找到了感觉啊，敢出腿了，也敢进攻了。哎，我们注意看，对方这还是一个反架选手。我们注意看啊，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左撇子，就说明他的左手拳会更重。哦，漂亮！我们听啊，刘策的这个腿法砰砰作响。好，注意看刘策的防抱摔怎么样？哦，真稳啊！那当然也有一方面就是刘策的这个体型太大了，对方也摔不动。我们重心都不需要放低，也不需要推对手啊，就站在这块，对方也摔不动。你看刘策就直挺挺的站在这儿，我不需要任何技巧啊，我就是比你高啊，就是比你壮。对，给顶膝。对，把去抢对手的一个腋下，把对手给提上来啊！哎，对了，抢腋下，对，提上来之后往外去转一转对手。抢腋下，把你的右手插进去，右手插进去。对，他现在的右手是外侧，对，内侧去抄对手就对了。有时候这个在赛场这个左右自己都会迷糊的。对，别急，千万别急啊！我这场比赛我漂亮的顶膝。我这场比赛比较害怕的就是刘策上头。好，距离比赛第一回合结束还有最后的20秒钟，相信大家伙也听到了啊，刘策的拳腿功夫真是砰砰作响，现场的这个声音呢，的确是很震撼。这个蒙克尔登呢，在蒙古国的拳手也是一个壮汉啊，妥妥的壮汉。但是没有想到遇到我们这个刘策之后，显得有点太小了。而且漂亮，顶膝！哇，时间到了。对。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千万不要错过了。相信我，绝对不比眼前的美女差。这个，哎呀。还可以啊，那第一回合刘策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只是呢这个稍微有一些拘谨，因为对方是个摔跤冠军呐，来自于蒙古国的摔跤冠军，那这个名头是非常响亮的。因为这个从小生长在草原呢，导致很多蒙古选手天生他就会摔跤，所以说含金量非常高。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我们看一下刘策啊能否 KO 对手。注意看了，红色裤衩刘策啊，白色裤衩便是蒙古国选手蒙克尔登。好，对方没有任何假动作，直接来摔，但这个太过于天真了。他把刘策当成了什么？当成傻子了吗？速度上来了，对，给的压力也大了。对，就是你不能只是步伐端的压力啊，我特别能理解魏睿，就是你要把它换成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啊，自己的进攻输出去压对手。要再打得大胆一些。是，对，别着急，放他起来。对，不要上当。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啊，如果就是攻方不压的话，裁判员会选择把在地的一方运动员给叫起。漂亮！实际上这场比赛呢，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优势啊都没有发挥出来，对方的摔跤呢没展现出来，而刘策的大长腿也没怎么发挥。所以说呢，双方都抛弃了优点。但是目前来看啊，拳法上还是刘策更好。哦呦，有劲儿，好的，漂亮，打倒了，连续的砸击，3拳、4拳、5拳，最后一拳打到裁判的腰子上了。哇，刘策狠起来，连裁判都打。好，这场比赛嘛，恭喜刘策200头牛，我们进账了，哈哈！希望对方不要反悔啊！你是什么空运还是陆运啊？抓紧的把200头牛整过来。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刘策获得了本场比赛这场中蒙对战，太精彩了。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右一腿，果然，右的底子很重啊，右一腿，中国汉奸回国踢馆，声称这次回来要让整个中国拳坛都败在他的手下，结果下一秒就被踢断双腿，跪地投降。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那现在出场的选手就是来自韩国的金和泰。
但是要说他是韩国人，他其实也不太纯，因为曾经他是一个中国人，后来投靠到韩国，认了金世基当干爹，才改名为金和泰。那他这次来中国踢馆，就是为了展示一下这么多年来他在韩国学到的本领，还说中国拳坛有一个算一个，他要一个人干翻所有人。那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中国猛将逐渐张春雨决定来会会他。因为张春雨最痛恨的就是汉奸，而且败在他手里的日韩选手不计其数。今天就是要让这个金和泰有来无回。好的，现在我们话不多说，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就是咱们的逐渐张春雨，另一边蓝方选手蓝色短裤就是金和泰。可以看到这个金和泰上来之后连续的挨揍啊，张春雨打得很猛，抓住这个金和泰的脚。再一下直接把金和泰摔倒。可以看到这个金和泰上来之后连续挨揍，整个人像一个木头一样呆。看来在韩国也没有学到什么真本事啊，他这个干爹算是白认了。西法是张春雨的一个强项。金和泰报价太开太散，而且可以看到这个金和泰整个人打起来畏畏缩缩呀，并且是畏畏缩缩。那就他这个水平还想来单挑整个中国拳坛，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经常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知道啊，这个金和泰的干爹金世基在中国吃了几场败仗啊，回到韩国。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明天让对手睡觉。很会抓机会的。结束了 ，KO， 单拳送对手入梦乡哦。好，观众朋友。
就2拳。第4回合我们看对方的德文瓦加斯整个人是趴到了地板上，还能起来吗？哦呦，我以为他要起来，结果是翻个身儿啊，趴着不得劲儿啊，躺一会儿。好了，歇一会儿，别起来了啊，等这个担架就行了。好，让我们恭喜张志磊，哇，这2拳打得太猛了，我们看精彩回放。没有错啊，这2拳实实在在的打到对方的下巴上了啊！让我们恭喜张志磊。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这是什么情况？日本武士竟然在中国擂台跪地磕头，还长跪不起。当你以为日本武士是良心发现，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就在刚刚，他来华嚣张踢馆，结果被死神方便一脚踢断了6根肋骨，疼得他当场跪地不起，磕头求饶。像死神方面这种垃圾货色，完全就是中国人花钱包装出来的。我作为大日本帝国最强的武士，我有信心在1回合之内打死死神方便。如果做不到，我就当场切腹自尽，绝不反悔。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每日必看的抗日对局暴打小鬼子的精彩比赛，他来了。而且观众朋友们，这次来我们中国踢馆的选手呢，也来者不善啊，他是一个日本武士。没有错啊，就是那种呢，成天揣着一把水果刀在身上，稍微一急眼，稍微一气儿不顺啊，就可能漂浮自尽的这个日本武士，他来了。好，本场比赛迎战他的人呢，不是别人啊，正是我们中国散打界的传奇人物死神方便。好，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红色短裤啊，来自于中方的选手，59连胜的死神方便，他是散打界的传奇啊，3大天王刘海龙的大弟子。好，再来看一下蓝方选手，便是本次来中国踢馆的日本武士工藤勇树。我们看比赛开始，这个工藤勇树啊，这一上来就挨揍。看来他并不是来踢馆的啊，他是皮痒了，想来中国呢止痒。好，这个工藤勇树是日本武士，据说传到他这一代啊，已经是20多代了啊，是日本的一个非常大的武士家族。那么赛前他表示说呢，打死神方便是这种货色，这个一个打10个都不成问题。如果打不赢，观众朋友们重点来了啊，就当场剖腹自尽，把肠子啊都掏出来。哎呦，观众朋友们，原来日本武士就这2下子，我还以为这个日本武士有多厉害啊，吹牛吹得挺响，这打的有点是丢脸啊，有点丢人。包括怕比赛开始的死神方便啊，是全程啊，你看在追着他打。让他上来方便一些，把握了整个局势的主动。那么张宁的这个，好，我们看这个日本武士啊，已经是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了。我感觉他随时都可能躺在地上。这个家伙该不会是来碰瓷儿了吧？现在这个方面完全控制整场比赛这种节奏，就是好，裁判临时刚刚是暂停一下，这算是救对方一命啊。但复仇我估计不成了，又要死在方面的拳下和腿下。好，要小心。哎呦，对方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这个一招没打着。这个家伙该不是近视眼吧？现在工藤勇树只有这个招架之功啊！你看这现在工藤勇树应该规避方便的现在的锋芒。如果跟方便打对攻，肯定不好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看到工藤勇树也其实挺顽强的，作为一个日本的武士。好漂亮哦！这是个下劈腿，死神方面的经典招式，这是刘海龙呢这个传授给他的。好，第一回合马上要结束了。好，哦呦，这个日本选手还很嘚瑟啊，小鸡展翅。都被打成这副造型了，还这么狂。之前啊，刚才滑倒，就是冲太猛，因为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就想让那个方便飘对手。好漂亮，一个后手的迎击。我们看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啊，台下的中国观众已经很兴奋了，然后现在屏幕前的您呢也很兴奋啊。好，比赛第一回合结束了，打的的确是非常的精彩。如果您觉得死神方面打得不错，请您千万不要忘记对着屏幕怼过2下子啊，点一点。好，双方在第一回合，死神方面可以说在全程暴打这个日本武士啊，因为方面在此之前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打日本选手的作战经验。之前击败过什么高木健太啊，什么永田小次郎、冈本小五郎，我们都打赢过啊。所以说打一个日本人啊，
方面来讲呢是再熟悉不过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相信我，绝对是要比眼前的这个，应该是个俄罗斯的啊，应该比这个俄罗斯美女还要精彩啊，还要好看。哇，这个衣服的确是，这是天气很热吗？还是说多穿点啊，小心着凉。尤其是个肚脐啊，肚脐眼儿一定要遮住啊，这个地方容易着凉啊，容易受风。功能勇士的第2局比赛，这方面一上来就是想求胜。刚才方面的团队告诉他，你要多把对方压制下来。2个侧踹，招牌性的3大动作，下劈，哇，前摆拳，这个方面就不要给他机会了。刚才方面想利用这个夹劲摔，但一看不行，我收住。不过这位日本选手还是挺坚韧的。今天是方面第32场比赛，完全就是一个表演赛了。好，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我们看死神方面呢是火力全开，这个进攻上打得非常的迅猛。因为在中场休息时，死神方面的教练就和死神方面说了啊，这场比赛你打日本人，你要记住了，你必须把这个小日本子打服了，你不打服了啊，以后我不教你了。这个教练也很清楚啊，这小日本子就像这个哦漂亮，就像狗一样啊，你不打服了，他不朝你摇尾巴啊，他只会呲牙。也苦练了很长的时间，连续9场全胜，但是面对死神方面确实只有招架之功。这场比赛是80公斤的超级战，双方其实都会有 KO 对方的能力，但是工藤勇树在目前的发展上看，这是一个帅摔。对，摔倒这个日本选手对于死神方面来讲呢很轻松，因为我们本身呢就是散打里有涮摔这么一个技巧，而对方这个日本选手他不会啊。那死神方面的师傅刘海龙当年就是用这个摔法。纵横拳坛，哎呦，像摔这个小狗啊，像摔小狗崽子一样啊，很轻松。摔法，并且不鼓励摔法。但是像这种接腿摔可以运用，就是我接到腿之后可以运用，但是必须是1次发力，不能2次发力。我接腿之后1次没有摔倒，我再来1次，那是不允许的。是的。现在在方便的一位进攻和工藤勇树的一位防守下，比赛变得越来越像表演赛。赶紧一点，别动！我的击鼓动作，这个是打赢击。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看这个小日本子长跪不起，哎呦，台下老大哥兴奋的不得了，这个鼓掌频率啊，看起来很开心啊，比自家孩子考上清华大学还开心。没有错啊！看到小日本子被打得这么狼狈，我相信每一个中国观众都会感到兴奋。还能打这个小日本子真是脸皮厚啊，脸皮厚，身上也厚啊，抗揍，这抗击打能力的确可以。好，又一次这么抗摔啊，的确很厉害了。方面多聪明，是吧？我又进击虎扑，对不对？要知道，方面今天迎战的是日本的工藤勇树，在2011年，方面曾经战胜过对手工藤勇树，但是想一雪前耻。现在方面前摆拳，哇！这是第2次长裁判毛景宇给工藤勇树进行强夺，但是工藤勇树又站起来了，而且表示自己还可以继续打。日本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结束。那我们看死神方面的教练啊，在告诉方面给我打，狠狠的打。我们中国拳击啊，就需要这种教练。这场比赛，不知道观众朋友发没发现啊，这个日本选手的身高还真不矮啊，1.82米，比方面是这个矮了1厘米，但已经很高了。对方的这种身高在日本呢，那真的是万里挑一啊，你1万个你都找不到一个1.8米的。不像在我们中国啊，个个都是大高个。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双方比赛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比赛越打越精彩，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盛典的男子85厘米超级战方面同工藤勇树日本工藤勇树第3局的比赛。转身的后摆腿上来的游击抱腿的摔法啊，工藤勇树抓住这次机会。这个选手经过多次被打击，依然斗志不减啊！尽管工藤勇树在前2局的比赛打得非常的被动，也很难堪，但是到第3局了，你看
他仍然能够咬牙坚持。这种稳扎稳打的选手，实际上才是最可怕的。作为80公斤的选手，随时都有可能推 KO 对方的能力。我们看这个日本选手还在苦苦坚持，看来他今天啊真是不想死啊，不想剖腹。因为这个家伙赛前啊来中国之前，已经在日本官方啊和日本的媒体面前夸下海口，他表示啊这一次来中国必须要拿下胜利啊，带着胜利回到日本。而现在看情况的话，他是这脚什么情况？怎么还磕上头了？他对着屏幕，得给各位观众朋友们磕了个头。这小日本子是良心发现了吗？结束了，本场比赛裁判终止了比赛，的确应该终止了啊！如果再不终止，我感觉他有可能啊会被打死在擂台上啊，这不是开玩笑。好，这场比赛终于结束了，那我希望对方日本选手呢要信守诺言啊，不要反悔。好，看一下台下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兴奋啊，已经开始准备这个拍照啊，发朋友圈了啊。好，恭喜死神方面。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